据国际学术期刊 Nature 网站报道，中国科技大学等机构联合发表的一篇意味重大量子科技技术方面的喜讯，希望中国早一步建成全球量子通信网络。前段时间，世界各国围绕着第6代战斗机展开了激烈的讨论。这不，近期欧洲3国意大利、英国、瑞典宣布3国将联合共同开发第6代暴风雨战斗机。据一媒《欧亚时报》1月7日的报道称，日前意大利、英国、瑞典3国国防部长共同签署了第6代战斗机研制与开发的协议。据该协议介绍，3国共同研发的第6代战斗机名叫暴风雨战斗机。研制成功后，第6代暴风雨战斗机将取代3国现服役的台风战斗机以及萨博格里鹏战斗机。事实上，暴风雨计划曾在2018年就已经启动，但由于当时英国投入的资金较少，因此这一计划未能持续下去。然而，随着意大利、瑞典等一些知名企业的不断加入，这使得暴风雨计划再次得以继续。据介绍，暴风雨计划将由 Bell Systems 牵头，发动机则是由劳斯莱斯提供，而欧洲导弹开发商 MBDA 将负责暴风雨战斗机的武器开发，最后则是由意大利公司 Leonardo 负责传感器以及航空电子设备的开发。如今，暴风雨计划将是英国、意大利、瑞典3个国家最优先的项目之一，届时暴风雨战斗机将是欧洲最强大的战斗机。对此，有知情人士表示，暴风雨计划将是一架大型单座双引擎三角翼隐形战斗机，后缘带有曲柄，2个垂直稳定器向内倾斜，同时它还能够携带高超音速定向武器以及操控无人机群的能力。对于国外6代机的研制，中国同样对6代机也有自己的理解。为此，我国第5代战斗机 G20总设计师杨伟表示，目前我国第6代战斗机也处在研发阶段。尽管我国第6代战斗机没有像科幻片那样十分强大，但综合我国6代的性能来看，其能力远远超过现有 G20的技术。更具体的，则是我国第6代战斗机会比 G20的隐身性更强。同样，我国6代机也会具备高超音速巡航能力。在设计方面，我国6代机的设计将不再采用传统的G20的压翼以及垂尾设计，因此我国6代机很有可能与他国6代机处在同一水平。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我国在6代机已经形成了自己的设计理念以及6代机的研发进程，但无法回避的是，我国在发动机这一块依旧还是短板。
因此我国在发动机方面的研究仍要加紧脚步。不得不说，各国在六代机方面的研制都想做到世界第一，因此中国应当抓住此次机会，大展自己的研发能力。同时，对发动机方面的研究，中国更应当借此机会寻求突破。正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相信未来不久，我国必能研制出自己的第6代战斗机。显然，印度坠机也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了，但是在去年反而是美军坠机的消息比较多。本以为印度能慢慢摆脱衰机大国这个名号，但现在看来实属有些难。这个今年才过了不到半个月，印度就摔了一架飞机。日前，印度空军一架米格21在拉贾斯坦邦苏拉特加尔空军基地坠毁，庆幸的是飞行员安全弹射。这是印度今年发生的第一起坠机事故。目前对于坠机的具体原因，印度方面并未做出详细解释。印度空军只称飞机起飞不久后出现技术故障，飞行员安全弹射。实际上，该机坠毁也并不令人感到意外。为何这么说呢？要知道，米格21是苏联米高扬格列维奇设计局于1950年代初期研制的一种单座单发轻型超音速的第2代战斗机，首飞于1956年，后在1959年服役。到目前为止，该机已经在世界各地的天空飞行了半个世纪。需要指出的是，尽管米格21曾经战功赫赫，但随着现代化战争的进步，它还是落后于先进的战斗机。我们再说回主题。印度坠机，有印度网友直言，没有自己的技术，花10倍的价钱购买国外技术，就会发现这种事情，耻辱。简单来说，印网友的意思，应该用自己国家制造的战斗机，就会发生这种事情了呗。但我们都知道，由于印度国防工业水平不足，70%的军用武器都依赖从俄罗斯进口。不过就俄罗斯米21来说，有一些印度人说了，米格21是飞行棺材，应该用光辉战机取代了。那么光辉战机真的能代替米格21吗？我们就光辉战机与米格21战机做一个简单的对比。截止到2020年，米格21已经快在印度空军服役60年了，至今印度空军仍保留着至少100多架米格21战斗机。然而此前印巴交战证明，米格21无法适应现代化空战，所以印度开始寻求用印度本土制造的光辉战机替代老旧的米格21战机。但事实是，被寄予厚望的光辉战机在经过40年的研发后，它仍然无法达到印度空军的作战需求。综合相关新闻报道来看，印度甚至可能已经放弃了光辉战机，不然为何印度空军宁愿驾驶经常坠毁的米格21战机出战，而不是光辉战机呢？早在2013年，印度空军购买了40架光辉战机，经过测试，虽然该机的性能指数高于米格21，但值得注意的是，其稳定性远不如米格21。三太虎援引印度时报称，尽管发生了许多起人员伤亡的事故，印度空军仍然在服役这款战机。现如今，印度米格21再次坠毁，尤其是在国际形势复杂的大背景之下，此次事故引起印网友的极其不满。然而，有一位印网友的评论可谓是一针见血：巴基斯坦和中国都不需要亲自动手击落印度空军的战机，因为印度飞行员已经替他们完成了。